延续之前讲的 Machine Learning and IoT Data Analytics 哈，那我们现在要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哈以下的几种问题哈，譬如说我们说的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哈 ，unsupervised learning 还有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当然，介于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跟这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 之间哈，我们也会有所谓的就是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哈。那 supervised learning 其实一般我们会说有classification 跟 regression，unsupervised learning 一般我们说的是grouping 哈。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 特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收集一些 feedback， 但是 feedback 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可能是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做的结果是好与不好，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小小的 feedback。好，那我们先从supervised learning 开始讲啊。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有收集一堆资料，这个资料主要是涵盖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叫做 attribute， 就是所谓这边 x。好，那这个 x 好，它是能够 summarize 每一个 data 的特性，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的 y， 就是label。好，那 y 我们希望说能够用这个 f of x 哈，能够推得出来哈。意思就是说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会希望给定一连串这个 training example 包含 x 好，包含 y 的这些 input， 那我们希望能够找到function f。那 function f 能够 apply 在 x 上面，能够自动的得到 y， 那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收集这些 y 的 information， 那这是整个 supervised learning 需要解决的问题哈。那 supervised learning 哈其实是相当的 precise 哈，只要你能够给定好这些 label， 那我们当然就能够衡量说我们算得的结果或我们预测的结果是跟原来的结果是不是吻合哈。那当然呢，我们也要记得说，这个 supervised learning， 因为它要有 label 的 information， 相当昂贵的哈。那一般我们在考虑说这些big data 的时代，那这些 label 要全部都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好，那 supervised learning 有两大类，一类叫做 classification， 所谓的分类问题哈。那这分类问题呢，就是有限个 C 类好不同的类别哈。那个类别彼此之间呢，它其实没有特别的 relation 哈。譬如说我们说它们没有顺序性哈，谁先谁后的顺序性，那彼此之间也没有特别的关联性哈。那另外一部分是 regression 的问题哈。regression 问题基本上好，我们要预测这个 label， 其实就是可以想象它是一个real number 哈。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哈会有学习过这方面，那我们也可以去更进一步的探讨哈，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它会碰到的问题哈。好，那其实呢 classification 不是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哈，或者说它背后隐藏的一些 issue 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说譬如说我们在这几个例子哈，譬如说第一个我们要辨识一只猫哈，那现在就是很黑的夜里只看到一只黑猫，只看到它的眼睛，我们说能够很容易的看到猫吗？好，其实当然是不容易的哈。所以一般来我们说有一些 occlusion 有一些遮蔽的时候呢，其实效果就会比较不好。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两张哈。左边其实是一只山猫，那右边是一只某一类型叫 Sphinx 的一种猫哈。那左边不是猫，右边是猫，那看起来好像都有点像。我们再来看到右边哈，这是我女儿最爱的 Hello Kitty 哈，它是不是猫呢？那你认为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更夸张的，这是猫女哈，猫女她是猫吗？好，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女英雄哈？那其实这也是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这就牵涉到classification 的一些 issue 哈。那我们来看看哈 ，classification 的 issue 其实有很多哈，包含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 ambiguity 哈 ，labeling 它有too close to call 哈，就是说它介于两者之间好，这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做 labeling 的工作。然后另外呢 ，multi labeling 的问题哈，指的是说像刚刚这个Catwoman 哈，那其实它一张影像代表的多重的含义，这时候我们叫做 multi-labeling 的问题啊。这 multi-labeling 本来就是相当有挑战性的问题哈。现在也很多热门的 image analysis 问题也去探讨这些image annotation 哈，那也是有很多 multi-labeling 的问题要考虑。那 multi-class 的问题指的是说多类型不止两类型，说猫跟狗可能是有好多类。那好多类，譬如说我们一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好人的脸的识别哈，人脸识别，如果假设一个大公司好，它有几百万个人脸，那假设说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人脸识别器，好，那你能够说人进来不用刷卡，好，那就是能够直接说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哪一个人哈，那你可能要从万中取一或者百万中取一，那这是multi class 的问题。那 multi class 的问题其实要根据这个 class 的 number 来决定说这个问题的难度。它如果是只有2类人、10类人，或者说100万个人来做这个 face 的 recognition， 其实是完全不同等级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要讲这个classification 的问题哈，那其实有些时候你要去给出一个以上皆非的答案，比如说我看的这个 image 哈，它不像狗又不像猫，它可能是根本就是一只河马哈。那这时候呢，我要给出来一个以上皆非的答案。那给出这个以上皆非答案，你在模型的设计上哈，就有一些不同的选项啊，然后 training 也会有不太一样的效果哈。这时候也要有所小心哈。另外一类的 supervised learning 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regression 问题。那这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给这个x 跟 y 哈，只是说呢，现在的 y 还是像real number， 就是实数哈，就或者说一个数值化的数哈。我们来看看说好底下的这几张图哈，这3张图呢分别是同样的资料集哈，用比较低的 degree 的 polynomial 哈，左边的就是线性的模型哈，那中间是用4阶的这个 polynomial， 那右边是用15阶的 polynomial 来去描述同样的这些点集。那各位可以看出来，这些描述是有相当的不同哈。譬如说以线性来看哈，那它可能是好像不太适合描述这个资料集。那中间这个图呢，哈，它可能是4阶的 polynomial， 它来描述这些点集，好像是描述的还不错。那右边呢，这个15阶的 polynomial， 它是完全经过这些 input 的点哈。那但是呢，我会说15阶的这个 polynomial， 它好像扰动的太过剧烈了哈。那这时候真正的模型比较接近哪一个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譬如说这其实是在Upper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教科书上面哈，大家常常会举的例子哈，譬如假设我们要去 learn 一个 sports car 哈，那我们可能会透过说这个 sports car 哈所代表的引擎的 power 哈，跟说它的价格，然后来决定说怎么样来判断是不是 sports car 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假设我们用 x1 来代表说这个车子的价格哈，然后 x2 代表这个引擎的 power 哈，那我们就会说每一个 data 每一笔资料哈，它可能是sports car 或者是 non-sports car 哈，它都用这个 x1 跟 x2 想象它能够完全代表这个 sports car 的特性哈。那我们依照这2个 attribute， 然后我们可以画一张图。好，假设说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资料，那收集到这些资料negative 的资料哈，我们这边是用这个 minus 来代表哈，那 positive 的资料我们是用plus 来代表哈。这时候我们就会在2维的空间里面画出来这些点集。好，那这些点集是我们的 input， 那根据这 input 我们可能会想象能够猜看说真正来判断是 sports car 或 non-sports car 它的依据是什么哈？那可能是说也许是价格介于 P1 跟 P2 之间好，或者是说引擎的 power 介于 E1 跟 E2 之间好，那我们猜说它可能是 sports car 理想的 data 好。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模型来代表哈。那这是一个所谓的方框框模型。那方框框模型告诉我们的是说，介于这个方框框里面哈，我们就说它是 sports car。那方框框外面我们就说它不是 sports car。那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分类器。那这样的分类器是不是足够的完美呢？那当然就是很难说。不过呢，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子上来看出来，一般我们来做 classification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我们的模型。那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一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呢，这边我们就没有 y，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完全是要透过这个 x 哈的 information 来说明一些故事哈。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些 x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不外乎就是不同的 x 之间，它可能会相当的接近哈。比如说我说在高维空间当中，我们把这 x 都画出来哈，这一点它可能不管是用欧式距离或用其他的距离来描述它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时候依照这个关系，我们叫做一个 metric。好，那这样的 metric 好，那可以来做 clustering。好，那这个 clustering
当然就是能够说哈，比如说这一些点哈是一群，那些点又是一群哈，那这时候就是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有些时候坦白说是不太容易 measure 它的结果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边这些例子哈，上面的一些图片哈，我们想象是一类，那下面的图片是想象是另外一类哈。Clustering 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完全根据 X 的 input 哈。就是上面那排我们之后希望把它归成一类，下面那排把它归成另外一类。那之所以归类成上面一类或下面一类，那其实呢是因为说上面一类哈，我们说它的 attribute 哈，它可能相当的接近，那下面一类说它的 attribute 也相当接近，那彼此上面跟下面的这些 data 的 attribute， 那我们说它的距离比较远，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说分成两类。那我们再回过来看看 Young LeCun 他曾经说过一个 comment 哈，他说这些 supervised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跟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哈，其实哈 supervised learning 哈，每一个 sample 它告诉我们的可能是10到比如说10000个 bits 这样子的 information 哈。unsupervised learning 呢，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每一个 data 它有很多很多的 attribute 哈，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些data 的特性哈。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比如说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那我说呢，其实每一个 sample 哈，过了好久，收集一大堆 sample， 我才知道说这盘棋是我赢或者是我输哈。那相对来说，我们会说unsupervised learning 它给我们的讯息其实相当的多，那 supervised learning 次之，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哈是比较少的，所以他用一个右边的这个蛋糕来代表哈。他说呢 unsupervised learning 哈，它其实是这个蛋糕的主体哈，就底下哈，你们看看这个可以吃，主要是大家吃蛋糕的这个会吃的部分哈。那蛋糕上面有一层糖霜哈，这个他说比喻成是 supervised learn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只吃糖霜，好，底下的蛋糕不吃，那这样子可能是不会饱的哈。那最后呢，上面有2颗樱桃，这2颗樱桃有些时候是点缀的哈，甚至你吃了有些色素哈，不太健康，对不对？那这时候我说这些樱桃其实是让你增加你的食欲，那你不吃也没关系，好，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它把这个比喻成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deep learning 哈，某方面的成功哈，也是因为说它能够结合 supervised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哈，在它的机制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结合这2块，所以说它能够 catch 到最多的data 的特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些耳熟能详的learning 的方法，譬如说 decision tree， 我们说判断银行要不要发信用卡给他，好，我们可能根据他的 income 哈，或者说根据他的一些年纪，好，根据他有没有工作哈，一直往下哈，能够得到这些他应不应该去接受他的信用卡的申请哈。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型哈，譬如 nearest neighbor 哈，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learning 的方法哈。那其实相当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我们说同类型的它可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些跟邻居的距离来决定说它的 label 是如何哈。那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来描述这些点跟点彼此之间的 distribution 哈，其实我们有所谓的 Asian network 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哈，比如说包含说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它其实发展的历史相当的悠久哈。那早些年哈，它有一些成功，那时候 training 的比较缓慢，好，那说后来在约莫2000年的时候呢，开始逐渐的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所取代，因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training 相对是比较快的哈。但是呢，近些年来又因为 deep learning 兴起，好 neural networks 又觉得说好像它可以处理相当复杂的问题哈。那当然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部分的话，大家也比较常见的是所谓的 Q learning 哈，这个都是大家一般耳熟能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这部分，我们要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来说明说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它可以怎么来应用。当然最后我们也会再来看看这个 IoT data 如何来做分析哈。那我们来看看哈，假设我们最后修课的结果嘛，给一个成绩，好，让我们说怎么预测各位在修这门课会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哈。我想象大家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一连串的这些学期成绩好的这些估计哈，或者课程成绩的估计哈，我们基本上有这6个步骤哈。第一步骤我们当然是要先收集资料哈，收集资料以后，针对这些资料做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其实是相当必要的，因为
没有这些假设，我们会导致这个结果可能是解读上会有些误差，或者说不同的假设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好，那接下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 representation， 这个合适的 representation 其实说穿了就是能够电脑里面它能够去解读这些资料。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 representation 就相当于是所谓的 x 跟 y 这样子的呈现方式。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说我们会有 y 的存在。那再来呢就是 model construction， 就是我们是建立模型。那建立模型之后呢，我要去 evaluate 它的效果。那最后呢 ，evaluation 的结果好与不好，那我们决定是 model selection。比如说我们要持续用这个模型，或者把这个模型换掉，那或者说还是用原来的模型，但是要做些参数的微调，这都是我们的选项之一。好 ，IoT data 它有一个常常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其实有所谓的spatial 跟 temporal 的这样 relationship。spatial 的意思指的是说我们data 本身它这些所谓的 IoT， 它是透过 sensor 收集到资料。那些 sensor 它收集的时候，它是在哪些地方收集的它是什么时候收集的那这些时空因素其实呢都会可能会影响到所谓这些模型的结果那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时空的因素记录下来所谓的叫做 spatial temporal 的 modeling 可能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跟其他的 non-IoT data 的分析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就在这里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要看的是说呢，这些 IoT data它大部分都是跟实际上的这些 application， 实物上的 application 有关，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在乎的是很多执行面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说，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说 IoT data 它的量通常都很大，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这些 big data 这些 issue 那我们说要怎么样储存 data 那这就是讲说有 data center data warehouse 这时候储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资料没办法储存下去的时候，那你就考虑你要去丢弃一些资料，那要丢什么样的资料，又是要透过一连串的分析来决定那储存这些资料那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譬如说有些cloud computing 这样子的方式不管是云计算物计算，现在只要不要是语计算，大家搞得落汤鸡就可以了那所以说这些不同的计算方式，那可能是能够相当的程度告诉我们说譬如说我们有 data 我们有 model， 这个 data 跟 model 怎么样子放在一起，或者放在哪些地方，使得这些计算能够相当的有效率，这是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完全解决的问题那大家要能够思考这个方向来看看可不可以在实物面上找到一个 solution。接下来分析资料那我们想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说我们要注意到data 的这个时空的这些 relationship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去想象所以说这个 training 跟 testing 这件事情到底是要怎么来运作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实物的问题要解决。那实物的问题呢，其实我要说 training 的意思就是我得到一个模型。那得到一个模型之后呢，那我要用这个模型用一辈子吗？还是说我用了1-2年，或者是用了1-2个月，或者用了1-2个小时，我就要换下一个模型？这时候我就要决定说，我什么时候做 testing 的结果发觉说效果不太好，那这时候我们要重新的去转换的再找一个下一代的模型诸如此类的那这时候 training 就可能会要比较频繁的来处理。那这个比较频繁的 training 又要导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 training 的速度不能够太慢如果说 training 的速度太慢的话，那我们的很高频率的 retrain 就是会导致的效率不够好的情形那另外呢 labeling 的 efforts， 我们考虑 big data 就说我们supervised learning 要求一大堆的 label，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那如果 label 不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考虑，譬如说用active learning 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用比较少量的这个 labeling 能够得到还不错的结果。那是比较少量的 label 来得到不错的结果，用 active learning， 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说，又要做一些retraining， 这时候也是一样有
以上讲的这些issue 要去考量。那当然 efficiency always 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真的做一个实际的模型出来，那这个效率上在商场上，当然工商业界上，当然就是说都要考虑这些efficiency 的问题。那你的模型好的，不管是 training 或预测的效率很高，那当然是代表的是某种程度的能够帮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哈。那另外就是 actionable 的 outcome， 就是说我们讲了那么多传统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哈，它其实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做一些实际的决策，什么叫做 actionable 的这个 outcome， 就是说得到的结果，这模型建出来了哈，这个模型可以直接拿来用，还是说它可以告诉，或者说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完美，能够让专家再来修正它。那这时候模型要给出来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来给专家所检视，说这些规则是不是合适。那这时候我们说它是 actionable 的哈。actionability 这件事情，其实在现代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些方法其实相当重要，特别是在 IoT Data Analytics 也是相当重要的哈。那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好，那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哈，就很简单的 summarize 在以下3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介绍好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几个不同的问题，包括 supervised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跟 reinforcement learning。大家要知道是说这些不同的类型运用在实际的问题上哈，其实都是混搭的哈。譬如说有一部分 supervised learning， 有一部分 un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就是所谓的semi supervised learning。那也有一部分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其实可以混搭的哈。那这混搭能够发挥到极致，那这时候就代表说，解决实际问题，它的 power 能够到达某种程度哈。另外一个，我们说哈，比如说我们来学习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modeling 的过程，其实包含说这个先收集资料哈，然后呢决定说这资料背后代表什么含义，然后之后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来呈现这个 data， 在这个所谓的电脑里面，或者在这个让 model 能够读懂这些资料。那接下来，好，我们建了 model 之后，来看这 model 好不好，然后决定这个 model 要不要去重新修正哈。那最后好，大家要知道说non-IoT data 跟 IoT data 还可能在分析上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部分哈，这是大家 keep in mind 哈。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哈，学了这些东西，也算是 machine learning 跟 IoT data analytics 的一个 introduction 哈，希望大家对这些内容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谢谢各位。